小时候看动漫，看鸣人和路飞草根逆袭的样子好帅，好想成为他们。火影忍者看了10几年，海贼王看了20几年。当故事越接近结尾的时候，越发现根本就没有草根逆袭这回事。小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看少年动漫吧，火影忍者、海贼王啊、死神啊，一集一集追得热血沸腾，觉得只要努力就能逆天改命，成为最强。但越往后看，越觉得哪里不对劲。鸣人他爸是4代火影，他妈是漩涡一族，他肚子里有只九尾，他师傅还是蛤蟆仙人。佐助都更不用说了，宇智波天花板级别。柱间还有巴呢，这帮人根本就不是凡人，他们这4个人全部都是转世 buff 开局。那说好的草根逆袭呢？看到后来全部都是血脉觉醒啊。海贼王也是一毛一样，一开始以为路飞就是一个靠一颗普通的恶魔果实，凭着他顽强的意志力和丰富的格斗技巧，一步一步的打到4皇面前。结果呢，路飞的老爸是革命军老大，艾斯的亲爹是海贼王罗杰。结果故事变成了都是富二代，其实在体验人生，而且路飞的果实还不普通，是神级的恶魔果实尼卡。那一瞬间你会明白，所谓的热血不过是主角光环在说话。主角要么帅，要么家里有钱来体验人生，要么有祖传秘技，反正说到底都是富二代和血脉觉醒的创业故事。其他角色都是来凑数的，出身不同，起跑线就不同。像路飞和鸣人这种，注定就是要登顶的人。我开始觉得漫画家们绞尽脑汁也是真的想不出来真正的草根逆袭是什么样的。那真正的草根逆袭的故事有没有吗？有，比如说我能想到的话是金庸小说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主角令狐冲他是华山派的大师兄大弟子，武功也就那样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转折点是某一天令狐冲吧晃荡在后山闭门思过，然后遇到了风清扬。风清扬呢教会了他独孤九剑，从此令狐冲大杀4方，开始真正配得上主角的故事路线。还有那个倚天剑与屠龙刀，张无忌掉下山意外撞见了个大猩猩，然后从大猩猩肚子里挖出来一本九阳神功，这个比令狐冲更扯。然后我再读那个九鼎记，藤青山也是掉下山，然后吃了个果子，功力大增，还没有算上他前世转生而来的肌肉记忆啊，他练了3天就超过了别人10年的努力。这些套路是不是一模一样？我觉得写小说和画漫画的那些各路大神也真的是想不到什么草根逆袭了，因为他们在现实中也没有见到过谁真的做到的，从一无所有到天下无敌。反正逆袭的故事不是富二代继承家业，就是走狗屎运捡到秘籍嘛。难道现实中就没有兢兢业业成功登顶的吗？有，我能想到一个朱元璋。比如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小他当和尚讨饭，差一点给饿死了，后来从军，然后当上了皇帝。那这个故事有趣吧？从0到100相当有趣。朱元璋的故事励志不？很励志，他是真正的草根，没有门阀的背景，祖上也没有福音，也没有九阳神功和大力丸。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真正的草根逆袭，说到底还是碰运气。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听过吗？比如登珠穆朗玛峰，100个人去登峰，你看到了有1个人成功，这个成功的人呢就是幸存者，而你没有看到的呢是背后99具尸体，没有成功的，失败的。那像朱元璋这种故事吧，就是凭运气了。那一帮子人攻城略地，都想当皇帝，那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皇帝，就像玩吃鸡，100个人玩吃鸡，互相伤害，直到最后一定有1个人留下，所以结局是确定的，就是一定会有1个人，一个赢家出现，然后赢家会吃鸡，但到底是谁吃鸡无所谓。朱元璋就是其中玩吃鸡的其中一人，与此同时还有王保保、张士诚、陈友谅，他们都是旗鼓相当的，没有谁比谁更聪明、更强、更有资源，他们都一样努力。可是打到后面呢，必定只有1个赢家，所以朱元璋赢了，靠的是实力，但运气成分更大。我再补充一点，朱元璋讨饭的时候，他得避免给饿死；他当兵的时候，他得避免给战死。能一路活下来就是靠走运，就像掷骰子，你要连续掷出10个6，6，6，6，6，6，6，你才能赢家通吃，而你只要掷错1次，那你就尸骨无存了。运气不可控，草根如果靠走运逆袭，那和赌徒是没有区别的，10赌9输，你又凭什么认为你是赢的那一方呢？好了，所以我大概这个视频就是想讲草根逆袭的本质吧。现实中大部分的逆袭，要么是有强大的背景，要么是靠很多的运气。那大部分靠背景和运气，那就是说还有小部分的逆袭是可控的，有操作空间的。你若真的很想逆袭，你没有背景又不想靠运气，那这样的话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有。